女孩怎么也没想到，她疯狂氪金的纸片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和游戏里的神颜小哥哥拜堂成亲后，女孩消失了。谁料纸片人夫君一夜疯魔，他换上女孩最喜欢的红衣，把整个婚房封锁起来。无数个夜晚，他都是拿着女孩留下的千纸鹤入睡，上面写的不许打架，不许泡妞，我回来就给你生个女儿。可是1年、2年，女孩还是没有回来。纸片人夫君最终黑化成了毁灭世界的病娇大魔头，满世界寻找遗弃他的小娘。卸载游戏半年后，女孩被系统强制穿到纸片人世界，任务是感化那封批大反派夫君毁天灭地。陆颜月快步走到看门的侍卫面前行礼拜会。这位侍卫大哥，小女子名唤陆颜月，是府上不寻的娘子，小哥能否通融一声让她出来接我呢？哪知他话音刚落，侍卫就大惊失色，怒道：哪里来的疯娘子？你可知你口中的人乃是这王府的主人郑国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冒充我们王妃。见陆颜月一脸震惊跟茫然的样子，侍卫招了招手，立马出来了2个的粗使婆子，把陆颜月架起来扔在了大街上。一阵风吹过，陆颜月打了个冷战，悠悠道：小八，你怕不是个假系统？这都是第几次信息有误了？小系统滴溜溜的转了一下眼睛，也不算有误啊，大魔头还是住在里面啊，只不过换了个身份而已。刚分开的时候，顾寻还只是一个刚觉醒了玄力的无依无靠他养的小可怜夫君，为什么才1年多时间就变成了南夏国的郑国王了？郑国王府里，陆颜月被赶走的不久后，这是被当成笑话般上报到了王府李管事那里。哪知李管事听了面上骤变，那少女真的说了，她叫陆颜月吗？下人见到一向威严的李管事脸色大变，不禁感到惊慌。是的，她还说是咱们王爷的娘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吗？下人还想再说点什么，李管事却推开他，一阵风似的往大门口急速而去。可到了大门口处，除了几个侍卫，哪里还有陆颜月的影子？刚才那名叫陆颜月的女子呢？他急急地问道。几个侍卫面面相觑，回禀大人，我们已经将她驱赶走了。找，赶紧去给我找，带上王府所有人手，翻遍整个帝都也要把她给我找出来。另一边，距离南下帝都千里之外的碧落森林，一支队伍坐在追风兽上急速前行，为首的男子一张偏弱惊红的脸，透着一种病态的苍白，视线漫不经心地看向远方，似乎在想着什么。主上，江川快步跟上来恭敬道。李管事传音过来，说昨日有一名长相绝美的少女找上王府，她说自己是您的娘子，她自称陆颜月。这话一出，顾寻懒散的身躯倏地一僵，眼中蓄满了惊涛骇浪。久久之后，他才倾吐出声：回帝都。主上，一道女婴出声劝阻道：我们此次是来摘取2生花的，她是制作妻命丹的主药，若就此回去主上的身体。话没说完，人已被一道玄力先飞出去。帝都偏僻一角的破庙里，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正懒散坐在菩萨面前，仔细看看，她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肉乎乎的白毛妖兽，看上去可萌可萌的。陆颜月翻了个白眼，哪个穿越女主像她一样直接身穿过来，害她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又坐了一会后，她肚子实在难受，只能站起身来往外走。系统可以不吃东西，可她不行啊，真是造孽。她的纸片人夫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正想着走出破庙的她，被站在门外的那队人马吓了好大一跳。等她稳住心神后，发现站在最前面的那名红衣男子长得特别眼熟，男子一双多情的桃花眼正恶狠狠地盯着她，脸上的表情充满了阴霾与阴怨。系统小八有点激动道：这就是大魔头顾寻。陆颜月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小夫君怎么一下子从奶萌少年郎变成这么浑身散发着该死成熟魅力的美男子了？顾寻，他轻喊出声。顾寻死死盯着眼前的女子，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没错了，她就是消失了6年的陆颜月，真的是陆颜月主子。旁边的管事李长龙也喜极而泣，陆颜月也因为他这么个称呼，终于确定了眼前的红衣男子就是他要找的纸片人夫君顾寻。想到这里，他激动地跳了起来，飞扑到顾寻身上，整个人窝在他怀里，委屈地哭诉道：顾寻，我好想你啊！少女撒娇的语气让顾寻冷硬的心瞬间软了下来。在他消失的2389个日日夜夜里，他从最开始的失望痛苦，再到后面的绝望怨恨，如果再次见到颜月，他定要好好把她关起来，用铁链牢牢拴住，看他还如何敢消失。可是到了真正见到的时候，才发现一切的想法。女孩怎么也没想到，她疯狂氪金的纸片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和游戏里的神颜小哥哥拜堂成亲后，女孩消失了。谁料纸片人夫君一夜疯魔，他换上女孩最喜欢的红衣，把整个婚房封锁起来。无数个夜晚，他都是拿着女孩留下的千纸鹤入睡，上面写的不许打架，不许泡妞，我回来就给你生个女儿。可是1年、2年，女孩还是没有回来。纸片人夫君最终黑化成了毁灭世界的病娇大魔头，满世界寻找遗弃他的小娘子。卸载游戏半年后，女孩被系统强制穿到纸片人世界，任务是感化那封批大反派夫君毁天灭地。陆颜月快步走到看门的侍卫面前行礼拜会。这位侍卫大哥，小女子名唤陆颜月，是府上不寻的娘子，小哥能否通融一声让她出来接我呢？哪知他话音刚落，侍卫就大惊失色，怒道：哪里来的疯娘子？你可知你口中的人乃是这王府的主人郑国王？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冒充我们王妃。见陆颜月一脸震惊跟茫然的样子，侍卫招了招手，立马出来了2个的粗使婆子，把陆颜月架起来扔在了大街上。一阵风吹过，陆颜月打了个冷战，悠悠道：小八，你怕不是个假系统？这都是第几次信息有误了？小系统滴溜溜的转了一下眼睛，也不算有误啊，大魔头还是住在里面啊，只不过换了个身份而已。刚分开的时候，顾寻还只是一个刚觉醒了玄力的无依无靠他养的小可怜夫君，为什么才1年多时间就变成了南夏国的郑国王了？郑国王府里，陆颜月被赶走的不久后，这是被当成笑话般上报到了王府李管事那里。哪知李管事听了面上骤变，那少女真的说了，她叫陆颜月吗？下人见到一向威严的李管事脸色大变，不禁感到惊慌。是的，她还说是咱们王爷的娘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吗？下人还想再说点什么，李管事却推开他，一阵风似的往大门口急速而去。可到了大门口处，除了几个侍卫，哪里还有陆颜月的影子？刚才那名叫陆颜月的女子呢？
他急急地问道。几个侍卫面面相觑，回禀大人，我们已经将他驱赶走了。找，赶紧去给我找，带上王府所有人手，翻遍整个帝都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另一边，距离南下帝都千里之外的碧落森林，一支队伍坐在追风兽上急速前行，为首的男子一张偏若惊红的脸，透着一种病态的苍白，视线漫不经心地看向远方，似乎在想着什么。主上，江川快步跟上来，恭敬道：“李管事传音过来，说昨日有一名长相绝美的少女找上王府，她说自己是您的娘子，她自称陆颜月。”这话一出，顾寻懒散的身躯倏地一僵，眼中蓄满了惊涛骇浪。久久之后，他才倾吐出声：“回帝都。”主上，一道女婴出声劝阻道：“我们此次是来摘取2生花的，她是制作七命丹的主药，若就此回去主上的身体。”话没说完，人已被一道玄力先飞出去。帝都偏僻一角的破庙里，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正懒散坐在菩萨面前，仔细看看，她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肉乎乎的白毛妖兽，看上去可萌可萌的。陆颜月翻了个白眼，哪个穿越女主像她一样直接身穿过来，害她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又坐了一会后，她肚子实在难受，只能站起身来往外走。系统可以不吃东西，可她不行了，真是造孽。她的纸片人夫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正想着走出破庙的她，被站在门外的那队人马吓了好大一跳。等她稳住心神后，发现站在最前面的那名红衣男子长得特别眼熟，男子一双多情的桃花眼正恶狠狠地盯着她，脸上的表情充满了阴霾与阴怨。系统小八有点激动道：“这就是大魔头顾寻。”陆颜月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小夫君怎么一下子从奶萌少年郎变成这么浑身散发着该死成熟魅力的美男子了？顾寻，他轻喊出声。顾寻死死盯着眼前的女子，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没错了，她就是消失了6年的陆颜月，真的是陆颜月主子。旁边的管事李长龙也喜极而泣，陆颜月也因为他这么个称呼，终于确定了眼前的红衣男子就是他要找的纸片人夫君顾寻。想到这里，他激动地跳了起来，飞扑到顾寻身上，整个人窝在他怀里，委屈地哭诉道：“顾寻，我好想你啊！”少女撒娇的语气让顾寻冷硬的心瞬间软了下来。在他消失的2389个日日夜夜里，他从最开始的失望痛苦，再到后面的绝望怨恨，如果再次见到颜月，他定要好好把他关起来，用铁链牢牢拴住，看他还如何敢消失。可是到了真正见到的时候，才发现一切的想法都只能是想法而已。他眼神充满爱意，语气也全是宠溺。乖乖，跟我回王府再说。一队人马迅速消失在破庙门口，只留下了无数的脚印。没多久，镇国王爷顾寻与一绝色女子共坐一起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帝都。说起这位镇国王爷，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年纪轻轻，却已经是整个南下最厉害的清净玄师。云天大陆，玄师为尊，玄师按照赤橙黄绿青蓝紫分7色境界，每一色境界又分为9个等级，赤境算是入门，黄境是小有成就。像顾寻这样的清境强者，在外域里已经是一方霸主了。他以一己之力带着南下国大军，内击妖兽，外抵强敌，使南下成为云天大陆外域4大帝国之一，威慑四方。他因此被封为镇国王，被视为南下的守护神。南下的皇室和贵族们想方设法要和他联姻，却被告知他已有妻室，此生只会有娘子一个女人。帝都无数少女惋惜痛哭，这样的好男儿谁不想要？就在大家都蠢蠢欲动的时候，却突然冒出来颜月这么一个女人，这可就不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了。自从和顾寻相认后，陆颜月整个人就松懈下来了，还没回到王府就已经睡过去了。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整整1天1夜才醒过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映入眼帘的是木质花纹大床，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从外面进来了2个身着纱裙的姑娘。王妃，您醒了，太好了！一青一紫2个姑娘眼里迸发出喜悦，连忙上前来扶住颜月。陆颜月敲了敲有些昏沉的脑袋，顾寻呢？还有小八呢？紫衣姑娘开口：“您说的小八是您的小八大人吧？他被王爷带进宫去了。”陆颜月想不通，顾寻把小八带进宫干嘛？莫非他也喜欢这种肉乎乎的小妖兽吗？等吃完早膳，陆颜月在花园亭子里散步之时，却有下人过来告知说袁家公主来了王府，想见见她。颜月心里疑惑，袁家公主是谁？她刚来这个世界，除了顾寻谁也不认识，怎么会有人要见她？回娘娘。过来传话的下人态度非常恭敬。袁家公主是当今帝君的长公主，今年20岁，已经是黄境6级玄师了，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那么她来找我干嘛？娘娘。下人小心翼翼看她，袁家公主一直心悦我们王爷。哦豁！陆颜月内心道，莫非是来找茬的？镇南王府的会客厅里，一个姑娘端庄地坐在主位上，仪态雍容华贵，这就是南下帝君的第一个女儿皇甫思月。8岁时被测出是地品玄脉，是南下皇室少有的天才。她喜欢跟着外祖家出入军营，也算是为南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多人内心里都觉得她和镇国王顾寻是佳偶天成，天生一对的。陆颜月来到会客厅时，看到袁家公主的容貌气质，忍不住眼前一亮。她在看皇甫思月时，皇甫思月也在看她。原来这就是顾寻的娘子，真没想到她那样清冷强大的人，竟然会娶这种如菟丝花一样的娇肉美人。2人静静地相互看了一会，陆颜月没有面对皇室人的惊艳，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要怎么表现。倒是皇甫思月身后站着的女婢子看不下去了，她不满地看了颜月一眼，喝道：“大胆！见到袁家公主为何不跪？”紫衣和青儿对视一眼，2人恭敬地对着袁家公主行了个礼，不卑不亢地说道：“启禀公主，我家娘娘乃是镇国王爷的原配发妻，是王爷亲口承认的王妃娘娘，并不需要行跪拜之礼。镇国王乃是超品爵位，位同父皇，而陆颜月身为他的娘子，自然也不需要跪拜什么公主。”是吗？皇甫思月抿了一口茶，眼中似笑非笑的。顾寻是我父皇亲封的镇国王，可你家娘娘还没有皇室的册封，算不得什么王妃娘娘。紫衣和青儿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被公主这样一问，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见到跟着自己的人被为难了，陆颜月笑了笑，虽然我刚到这里不久，可我也知道玄师在云天大陆地位崇高，除了天地祖宗，其他人都不用行礼。难道南下不是这样吗？皇甫思月深深地看了陆颜月一眼，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是个玄师。敢问这位姑娘尊姓大名？我呀，我叫陆颜月。皇甫思月瞳孔一缩，身子晃了3晃，她竟然叫陆颜月，南下国赫赫有名的铁
铁骑颜月起义，或是护月军，正是郑国王顾寻创建的。以前众人还以为是跟袁家公主有关的，毕竟他的名字里有个月字，结果原来陆颜月才是正主。皇甫思月被这个名字冲击的说不出话来，他的骄傲和自尊都被这个名字给扯了下来。众人沉默的时候，顾寻就从外面进来了，一进到厅里，眼睛就自动粘在了颜月身上，连皇甫思月在这里都没曾注意到。他坐在陆颜月旁边，牵起她的小手，微微一笑：“月儿，为何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陆颜月嫣然一笑：“我老公太帅了。”又看到小八没在顾寻身上，不禁问道：“小八呢？”顾寻表示他跟着李长龙在外面玩呢。皇甫思月看着两人旁若无人的亲密状，眼里闪过一丝难堪和屈辱。顾寻，父皇不是叫你进宫有事吗？你怎么回来了？顾寻这才把眼神施舍给主位上的女子，他皱了下眉，不满道：“袁家公主，请勿再叫我名字，我跟你强调很多次了，我们不熟，还有你身为客人，怎么可以随便坐在我王府的主位上？更何况我的王妃还在这里。”皇甫思月强忍着屈辱感，当即起身离开。他一路屈辱地回到了皇宫中，径直奔向他的母妃惠贵妃的宫殿。母妃，他扑到一个华丽宫装的丽人身上，神情哀戚。惠贵妃扶起自己的女儿：“月儿，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出宫去找郑国王那娘子了吗？怎么变成这副模样？”母妃，以后别叫我月儿了。皇甫思月怨对道。他现在一听月这个字，就觉得心里如万箭穿心般难受。惠贵妃更加纳闷了，女儿不是一向自得于名字里有个月字吗？现在怎么换了心思？他看了旁边站着的月儿随从清雪，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得知来龙去脉后，惠贵妃皱眉：“您会冒犯了月儿？莫非？”清雪点点头。郑国王的小娘子名叫陆颜月。这话一出，皇甫思月的哭泣之声更大。他这辈子都没受到过这么大的屈辱，岂有此理！惠贵妃大怒道：“这小娘子竟敢如此辱我皇家，我要让她吃不了兜着走。”如今陆颜月横空出现，等她的名字传遍帝都时，那所有人都会知道，皇甫思月一直都是一厢情愿的，她从头到尾都是个笑话人。惠贵妃只能改口：“袁家你放心，我这就把陆颜月叫到皇宫里来，让她尽快把名字给改了，以后也不准她随便再和人提起她的原名。”与此同时，郑国王府里，李长龙过来汇报说，江川那边传了消息回来，这次前去抢夺两生花的势力过多，若主子前去，我们抢夺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顾寻不耐烦听这些，他现在只想好好陪着陆颜月，哪里都不想去。不过小八在听到两生花这个词时，却激动地对着陆颜月传声：“妍妍，是两生花啊，你的生活任务里不是有摘一朵两生花来炼制七命丹吗？”陆颜月也想起来了，的确是有的，只要摘了两生花，成功炼制出七命丹，他的炼丹水平就能达到地级炼丹师级别了。他当初玩这款游戏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个人信息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所以顾寻他们看到他的时候和他本人也没啥区别。当他被小八拉进来后，以前的等级也还在，只不过他生活技能等级高，人物等级却不高，而且作为穿进这个游戏世界里的人，他的进阶的方式也和别人不一样，他是通过做任务来升级进阶的，而小八作为系统，就是他各种任务的发布者。妍妍，我们去摘两生花吧，这样你就能升到地级炼丹师了。小八提醒道。云天大陆，玄师为尊，而玄师也有不同，比如会炼丹的玄师也称为丹师，地级炼丹师算是丹师里面的佼佼者，会被人所敬仰，而天级炼丹师则是大势力都要拉拢的人。至于神丹师，云天大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神丹师的存在。于是颜月赶紧出声：“李长龙，两生花在哪里？我要去抢。”李长龙听到他这么一说，眼睛顿时一亮：“好啊，陆颜月主子去了，那主子肯定也会愿意去的。”果然，顾寻见陆颜月要去抢两生花，挑了挑眉：“月儿想要两生花吗？”陆颜月点点头：“是的，我要两生花炼制七命丹，这样我就能升为地丹师了。”的丹师李长龙受到了10000点惊吓，饶是他知晓陆颜月在炼丹炼气等方面有着可怕的天赋，也被这个消息给震到了。能成为地丹师的人一般不都是要滤镜以上吗？陆颜月主子真是妖孽啊！于是顾寻带着他和小八以及20-30个侍从再次往碧落森林的方向赶去。等宫中惠贵妃的传话下来时，陆颜月和顾寻早就不在王府中了。留守的李长龙听见这个消息，哪里不知道是惠贵妃和袁家公主想找茬，他心底泛起不屑和冷笑。这皇室之人越来越不要脸了，靠着主上才能保住皇位的人，竟然还想动陆颜月主子，也不怕惹得主上不快杀了他们。灵舟飞了2天2夜，终于来到两生花位置附近。两生花是云天大陆10大解毒灵丹之一，七命丹的主药，可以治疗玄师身上的几乎所有毒素，因此两生花一旦发现，都会让各方蠢蠢欲动。陆颜月他们到的时候，周围已经齐聚了各方势力的人，他们的到来自然是引起了一番关注。主上，随从江川和女将领李玉琴带着其余5个护卫跑过来，待看到顾寻身旁站着的绝色女子时，心里都大为震撼。江川激动道：“真的是陆颜月主子，太好了，他简直要喜极而泣了。”故友重逢，陆颜月也很高兴。这个世界里除了顾寻，李长龙和江川也是他比较熟悉的。当年就是他把李长龙和江川买下来给顾寻当助手的。李长龙智力不错，一向负责脑力活动，而江川是武力值不错。陆颜月想让他保护顾寻。江川，你现在什么境界了？让我看看你这些年有没有好好修炼。陆颜月笑眯眯地问道。江川兴奋地正要给陆颜月汇报他的努力，结果旁边的李玉琴就发声了：“你是何人？竟然敢直呼我们江领队的名字？”其实陆颜月能站在顾寻身边，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和顾寻关系不简单，而李玉琴能在护月军里担当要职，对这点也是清楚的。只是当真的看到顾寻身边站着一个女子时，嫉妒还是使他蒙蔽了双眼。凭什么这样一个娇弱的人能站在主上身边？要当郑国王府的主母，他配吗？话音刚落，顾寻直接一道旋力把他掀飞在地上。玉琴、江川大惊失色，却不敢屈服，他只能跪在地上拼命跟顾寻求饶。顾寻阴沉着脸，仿佛从地狱里走出来的索命阎王。他走到李玉琴面前，在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的时候，再一脚踩了下去。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和月儿说话？主上饶命！玉琴再也不敢了，他哭泣着求饶：“妍妍，如果顾寻想杀了那个李玉琴，这样会让他黑化加剧的。”小八蹦到陆颜月耳边小声提醒。陆颜月一听要闹人命，也赶紧上前去拉住顾寻。虽然这叫李玉琴的可恶，可是也罪不至死。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主上身上的阴霾褪去。听月儿的，从今以后，这女人就从颜月琪将领里除名，降为最普通的士兵吧。以后不准她再出现在你面前。颜月琪是啥？陆颜月捕捉到这个和她名字一样的字眼。颜月主子，江川一脸骄傲道：“这是主上为您创建的护卫队，是南下最厉害的大军。”陆颜月一脸无语，夸不出口，只能生硬又羞涩地转移话题。对了，江川，你还没说自己现在的境界呢。江川笑道：“陆颜月主子，我如今刚迈入滤镜玄师没多久，比起主子来差得远了。赤橙黄绿青蓝紫7个境界，每一阶都能淘汰很多人。事实上，没有天赋和资源做支撑，一个人很难修炼到黄境以上。所以江川能在30多岁的年纪晋升到绿阶，已经甩掉了80%以上的玄师了。说一句天才也不为过。”解决了李玉琴之后，江川开始给他们讲这次争夺两生花的主要势力。这次两生花的争夺，值得关注的势力里加上我们总共有3个，其他2个，一个来自东邻国的封家，还有一个是天下商会。听到东邻国，小八顿时紧张了。他们当初在东邻国帝都遇到一个疯婆娘，叫疯子玲，就是封家的小姐。但愿她这次不会跟过来啊！小八暗暗祈祷着。突然一道清亮的声音传过来，让他整个桶都不好了。小八，小八，可爱的小八，我是子玲啊！话音一落人，少女就发现那只可爱的小妖兽不见了。月姐姐，快把小八放出来呀！她娇气地问道。对于小八的突然消失非常不满，妍妍，打死他我都不要出去，我先腻了，拜拜。陆颜月脑海里传来小系统的奶萌音，紧接着就是一阵类似于电脑关机的声音。玲玲，小八不愿意出来，我也没办法呀。陆颜月的解释让疯子玲跺了跺脚，可恶，又晚了一步。随后一群人也跟过来了，为首的男子身着淡绿色罗衣，一副千家公子的打扮。三哥，我遇到月姐姐了，还有她的夫君。月姐姐的夫君长得可真好看，来人正是东邻国封家的封三少，名唤封伦，今年28岁，如今是黄阶。他正是此次来夺取两生花的封家领头人。几人又寒暄了一番，开始谈正事。封伦他们这次过来，带的人里面最高境界是滤镜7级，本以为是稳赢的事情，结果顾寻过来了，一切就变了样了。两位抱歉，这朵两生花我想要，让不了给你们。陆颜月道歉，封家兄妹虽然帮过他一点小忙，可是两生花可遇不可求，关系到他晋升丹圣，所以他没那么圣母，无缘无故就要送出去。疯子玲使劲摆手，月姐姐，我们不和你抢两生花，也抢不过你，但是我们希望月姐姐能不能到时候给我们一颗7命丹，什么条件我们都愿意付出。陆颜月听了，眼里闪过为难的神色，他已经从李长龙那里知道顾寻也是身中剧毒，需要7命丹来缓解。不过顾寻的毒势所罕见，一颗7命丹并不能解毒，而是需要隔段时间就要服用7命丹才能把毒控制住，所以只要是7命丹，在顾寻这里永远不会嫌毒。陆颜月的犹豫，顾寻看在眼里，他出声道：既然月儿欠了你们的人情，那给你们一颗7命丹也不是不可以，但从今以后，我家月儿就不欠你们人情了。风伦他们惊呆了，陆颜月的小人情竟然值一颗7命丹，顾寻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在云天大陆要摘取500以上的灵芝时，上天会降下3道天雷之法，以惩戒摘取天才地宝的人，而两生花的成熟期刚好就是500年。众人又等了1个多时辰，突然空气中传来一阵幽香，所有人面上都露出期待的神色，这是两生花成熟的征兆。这股幽香传出来时，藏在暗处的人也终于开始行动了。江川和风伦颇为紧张地查看四周，他们带来的人以两生花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形，也把陆颜月和顾寻围在里面。藏在暗处的诸位，今日我封家与南下镇国王顾王爷结下同盟，谁敢来抢修，怪我们不客气了。杰呵呵呵至一阵阴险的笑声传来，左前方的地上突然钻出了一排蒙面黑衣人。封三少好大的口气，以为你自报家门，我们天地商会就会承让了吗？而藏在暗处的人也几乎都涌了出来，各方人马缠在一起，大家都想要往两生花的地方冲。陆颜月被顾寻带到两生花处，顾寻给他双手各自都套上了一个避雷手镯，才任由他去摘取那朵两生花。当颜月的手碰到两生花之际，轰隆隆，第一道天雷从天空中冒头，他仿佛长了眼睛般对准颜月狠狠劈了下来。顾寻在天雷劈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运气体内玄力，直接把雷引到了远处的地面上。第一道天雷被成功化解时，陆颜月也拿到了两生花，还没等他高兴，第二道天雷也紧随而下，比第一道更大声更狠了。直到第3道天雷降临之际，异变突生，又从地上飞快冒出了一名滤镜和一名清境高手。这两人一来，纠缠住了顾寻。很快，陆颜月就被迫和顾寻分开。滤镜高手以为得逞了，就要去抢夺陆颜月的手上的两生花。顾寻眼里闪过一阵阴狠和恼怒，一掌劈向滤镜高手，又对着清境高手飞了几脚，终于让这两人再也动不了了。等他飞身扑回颜月身上时，已经晚了。第3道天雷狠狠地劈在了颜月身上，天雷灌注身上的那一刻，陆颜月只觉得自己全身都酥酥麻麻的，身体的经脉仿佛要炸开一般。他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把两生花收进系统仓库里，人就晕了过去。顾寻扑过来，把颜月接在怀里，一时间气急攻心。主上，江川过来着急喊道：颜月主子身上有避雷灵气，应该只是暂时晕过去而已，主上切莫动怒。可是，一切已经晚了。顾寻搂着陆颜月，看向江川的眼神平静无波，可越是这样，越让江川感到害怕。伤害月儿的人都该死。他平静地说着这句话，却已经在宣布了别人的命运。顾寻手上的玄力凝固成球，无差别地对着战斗的人群里扔去。正在战斗的风伦他们无缘无故被炸飞，简直都懵逼了。顾王爷，您这是闹的哪一出？我们不是同盟吗？三哥，顾王爷看起来有点不正常。风子玲怯怯道。系统察觉到顾寻在发疯，立马就在脑海里拼命叫他快醒醒月月，不然大魔头要黑化了。陆颜月意识到事情严重，赶紧让意识回到身体里醒了过来。顾寻，我只是晕过去了，你别担心了呀。良久之后，顾寻才放开他，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月儿，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好你的。陆颜月灿烂一笑，我知道，我老公最厉害了。江川眼底浮现出感激，还好颜月主子及时醒过来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回帝都之前，颜月决定先去杀些妖兽历练历练六尾毒蜈、血神虫、闭眼精英。几天时间，颜月终于把他的妖兽任务清理完毕了。当他交完任务的那一刻，他终于感受到了体内
要压抑不住的旋律。等陆颜月终于成功进阶到黄境后，小八也开心的跑了出来，恭喜月月成功进阶黄境，你的功能又开启了几个？要现在看看吗？要。陆颜月兴奋的点头。第一个，商城增加了积分兑换功能，用积分可以兑换神兽和商城的灵气灵丹以及各种云天大陆上的天才地宝。第二便是个人空间开启，你可以随时进入到自己的个人空间，个人空间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扩大和升级。第三是获得地图查看功能，能随时查看你周围500米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这3个新增功能，每一个都让陆颜月欣喜万分，特别是个人空间，随着颜月的念想，个人空间也呈现在面前。先是一栋4进的院子，空间很大，房间很多，院子周围竟然是农田。为啥有农田？小八，你是要把玄幻文变成种田文吗？什么跟什么？以后你遇到什么可以躲进空间里，等于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了。周围的田地可以开垦来种植一些灵芝灵药，这样就不用为没有灵药发愁了。你仔细看看那些灵田划分，灵田被划分为好5个区域，每个区域上面都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是时间100年、500年，把灵植种在这些灵田上，比如种在100年那个区块里，那外面1年就等于长了100年，以此类推1万年的区域，外面过去1年灵植就等于长了1万年。小八，陆颜月扑过去兴奋道，如此我以后就不用为炼丹没有灵药发愁了。另一边，皇甫思月自从上次知道陆颜月的名字后，一心想要换他进宫，好强迫他改掉名字，结果等了将近半个月，性子都要磨没了，才终于见到颜月姗姗回来了。他看着陆颜月和顾寻亲昵的样子，面上装着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心里却盛满了恨意和羞恼。顾寻只能是他的，所以陆颜要么识相点自动下堂，要么就只能让他死了。眼下万般恶毒的心思，皇甫思月亲热情地打着招呼，陆妹妹，好久不见啊，过几日就是我们南下的上巳节，到时候宫中举行盛大的宴会，我是来邀请陆妹妹参加的。伸手不打笑脸人，陆颜月见到人家这么热情，也跟着笑眯眯地回应了。古代娱乐设施太少了，有这样的热闹他去凑一凑也好。那行，那我就去了。皇甫思月见他应得干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他还真怕陆颜月不敢去呢。那可太好了，如此我就在宫中恭候陆妹妹的大驾了。因为风轮他们急着想拿到7命丹回去治疗他们大哥，所以陆颜月也不想让他们等太久。他把那朵2生花摘下来，又把植株放到了100年灵田里种着，然后开始闭关炼制7命丹。他召唤出炼丹炉，这是一顶全身通红的小丹炉，名为赤焰鼎，可随心意变换大小，复杂无比的炼丹过程，他做起来却行云流水般的顺畅。准备材料：提纯，按照主次之分放入灵药静待时机，最后开炉。10颗圆圆胖胖的丹药出现在了视野里，每一颗丹药上面都有4条丹纹，10颗极品7命丹。顾寻轻叫出声，不愧是月儿，非极品不出丹，但我想以后一直能吃你炼出来的极品丹，希望它再也没有消失的时候，可以吗？月儿，陆颜月何尝不知道，他说的是丹药，实际上却是希望颜月答应他以后永远和他在一起，不准再消失了。陆颜月满眼惆怅地瞪了小八一眼，安抚性地搂了搂顾寻，我自然是希望永远陪着夫君的，可是他终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啊。夏都作为南夏国的帝都，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玄师，居民9%也都是玄师，所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都是做玄师生意的铺子，交易也主要是玄师为主。不过玄师却不能随便打杀普通人，否则会受到整个玄师界的唾弃和追杀，这也算是对普通人的一种保护。所以当陆颜月看到大街上一名盛气凌人的蓝色华装少女在肆意殴打一名柔弱的普通女子时，他感慨了一下南夏国风气的堕落，就绕道想要离开。可惜他想离开，别人却不想放过他。被殴打的那名女子见他身着不凡，又有仆从跟着，就不管不顾冲了过来，跪倒在地上拼命磕头，小姐求求你救救我吧。陆颜月一点都不想多管闲事，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跑开，一条鞭子啪的甩了过来，要不是他闪得快，就要被打中了。混账，你敢多管闲事！那名蓝色华装少女气势汹汹地越过来，站定在陆颜月面前，后面还跟了一排跟班。放肆！子怡见到他竟然敢对自家王妃无礼，站出来想要呵斥对方，可还没等他禀明身份，那名蓝色化妆少女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子怡和青儿，发现他们身上的确有镇国王府的标志，这才收敛了脾气。而那名被殴打的女子在听到他扯住的人竟然是镇国王府的人后，眼里闪过一阵喜悦，磕起头来更加卖力了。救救小女子吧！小女子无辜被打，实在是冤枉。但陆颜月只是表示，二位的恩怨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你们要吵就吵，别扯上我啊！看着对方一副极力撇清的样子，蓝色华妆少女满意的不得了，算你识相，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我叫皇甫心言，你叫什么？我叫陆颜月。这个名字让皇甫心言瞬间情绪高涨，原来顾王爷的王妃就叫陆颜月，颜月琪才是以你命名的吧？一路上皇甫心言都在叽叽喳喳的，陆颜月也总算知道了他和皇甫思月之间的爱恨情仇。皇甫心言是南夏皇帝的弟弟冥王皇甫文耀的女儿，一出生就被封为和安郡主，自小受宠，所以养成了一副无法无天的性子。他向来和皇甫思月不对盘，觉得对方惯会装腔作势，所以平生目标一直致力于向皇甫思月添堵。本来这两人一直势均力敌的，可是自从几年前顾寻横空出世，一下子成为了南夏国最有权势的王女。他的颜月期响彻南夏之后，两个皇室娇女的平衡就被打破，就因为皇甫思月的名字里有个月字，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顾寻心悦皇甫思月，皇甫思月迟早会成为镇国王府的女主人，而顾寻可是连皇帝都不敢招惹的人，所以因着这个关系，皇甫思月的地位一下子越过了众多的皇子公主和皇室宗亲，被整个皇室捧得高高的。这些年因为这个，皇甫心言过得分外憋屈，他家里人都叫他忍着让着，为了不让他闯祸，还总是拘着他，不让他到皇甫思月面前晃悠。颜月姐姐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大肆宣扬，你大名传遍帝都之际，就是皇甫思月那女人丢脸失宠之时，这是大事，放心交给我吧，你是为了你自己吧？颜月一脸无语。两人到了如意居坐定之后，皇甫心言拍着胸脯道，王妃姐姐，这家酒肆的吃食是整个帝都最好吃的，今天你想吃什么尽管点，就当是我为刚才的失礼给你赔不是了。说到刚才的误会，陆颜月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让性格娇憨直爽的少女如此盛名？皇甫星言也不隐瞒，直接说出了事情。那混账叫蓝心儿，是我母妃无意之中就回王府的，结果却存了潘高枝的心，想要勾引我父王，被我父王赶出了王府。我气不过，怎么能就这么便宜了他？所以我要把他抓回去好好折磨。陆颜月感慨，果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上巳节是南夏国一年中较为隆重的节日，这一天寻常百姓家会杀猪宰羊，白天祭拜祖先，晚上则有灯会集市，人们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祭祀天地外，还会举行比武大赛。比武大赛仅限帝都的皇室、贵族和世家30岁以下的子弟参加。大赛前10名会得到丰厚的奖励。皇甫思月就连续3年都闯进了前3名。除了美貌，她本身的实力也是大家喜爱她的原因。然而今年却不一样了。报名参赛的队伍里，陆颜月乖乖地排着队，她身旁是叽叽喳喳说着话的皇甫星言。两人报完名后，陆颜月就走回了顾寻身边。晚点皇宫有宫宴，身为镇国王府的男女主人，自然是会出席的。皇宫里，所有人都在为晚上的宫宴忙碌着，而惠贵妃的宫殿里，皇甫思月却在恶毒地鞭打着2个奴婢。2个奴婢身上已经满身是伤，他们早已失去了喊叫的力气，昏在了地上。可即使如此，皇甫思月却还是不放过他们。他一边打一边叫嚣：“皇甫星言、陆颜月，这2个混账竟然勾搭在了一起，毁我生命！我皇甫思月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惠贵妃平静地品着茶，好了，人已经死了，你还要继续鞭尸吗？皇甫思月停了下来，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的2个尸体，真不经大。清血处理掉。是。清雪起身拿出一瓶药水，走到尸体旁倒了上去，几乎是瞬间2具尸体就不见了。母妃，皇甫思月委屈地喊了一声：“现在怎么办？”因为皇甫星言那个混账，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了顾寻的娘子叫陆颜月，我的名声全毁了。惠贵妃叹了口气，慌什么？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点压力都受不了，你以后如何走得更远？趁着这次比武大赛把它了结了吧。宫宴内，顾寻牵着陆颜月的手，缓缓步至殿前，门口的侍卫满脸敬畏地放行。镇国王，镇国王妃到。一声嘹亮的通报，殿内的众人全都停下动作，把目光投向进入殿内的2人身上。原来这就是镇国王的娘子，如此佳人，怪不得顾王爷心心念念了这么久。2人无视众人的目光，安然走至殿内，微微颔首，对着最高位置上的帝君帝后行了个礼。见过帝君帝后。殿上的帝君眯着眼睛打量陆颜月，原来这就是顾寻的王妃，果然是倾国倾城之姿，和你很是相配。2人旁若无人的亲密举动，又惹来许多嫉妒的目光，其中当属皇甫思月的目光最为恶毒。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是周围传来的议论声依然让他如坐针毡。袁家公主竟然还有脸出现在宫宴上，换我是她早就躲起来不敢见人了，可不是吗？有人轻笑，追着顾王爷追到战场上，又是大肆宣扬顾王爷的颜月骑士以他为名的，啧，谁的脸皮能有他厚啊？众人肆意侮辱，言语不堪入耳，让皇甫思月气红了双眼。这些混账！他看着自己最爱的男人为陆颜月夹菜倒酒，对颜月笑得情意绵绵，嫉妒终究让他丧失了理智。陆妹妹，他听到自己高喊出声，顾王爷对陆妹妹的感情真是让人艳羡啊！不知道陆妹妹用了何种手段，竟然能让堂堂镇国王爷对你情根深重。这话一出，大殿内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众人震惊地看着皇甫思月，不明白堂堂皇室公主怎么会说得出如此羞耻又侮辱人的话来。惠贵妃也头疼得很，她实在没想到一向冷静自制的女儿，竟然能当众说出这番话来。她忐忑地看了陆颜月2人一眼，发现陆颜月脸上还是娇憨的表情，反而是她身边的顾寻，眼睛如毒蛇般地盯着她女儿，仿佛在看一个死物。当皇甫思月看着自己最爱的男人为颜月夹菜倒酒时，她高喊出声，不知道陆妹妹用了何种手段，竟然能让堂堂镇国对你情根深重。这话一出，众人震惊地看着皇甫思月，不明白堂堂皇室公主怎么会说得出如此羞耻又侮辱人的话来。见状，顾寻眼睛如毒蛇般地盯着她，仿佛在看一个死物。事实上，要不是陆颜月在下面拉着她的手，她早就飞过去一脚踹飞某人了。陆颜月平静地看向皇甫思月，袁家公主这话问得真有意思，我家夫君对我情根深重，自然是因为我长得这么貌美，性格又乖巧了。皇甫思月被她的厚脸皮气笑了，这帝都多少貌美又乖巧，家世又比你好无数倍的少女，为什么偏偏你受到了青睐？皇甫思月这话将在场少女们对顾寻的爱慕之情全都勾了起来，大家都用看好戏的眼神看着陆颜月，等着她出丑。陆颜月内心觉得这个公主真是烦人，不过面上却努力挤出几滴眼泪来，矜持柔弱地说道：“我没想到袁家公主竟然如此倾慕我夫君，不惜撕下脸面3番2次为难于我。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把夫君让出来。难道袁家公主想做妾吗？她本就生得貌美柔弱，现在一副落泪的样子，更是我见犹怜。”场中的人渐渐升起了恻隐之心，觉得皇甫思月做得太过分了。顾寻见他这副样子，就知道他在玩，所以很配合地回应他：“玉儿说的什么话？我此生只你一人足矣，别的阿猫阿狗与我无关。”有人忍不住笑出声，这夫妻俩说的话，一个比一个狠啊！皇甫思月此时已经气得浑身颤抖，可没等他再说什么，又是一道不屑哼声传来。发生的是幻化成妖兽的系统小八，他对着大殿众人翻了个白眼，真是愚蠢的人类，管你们是貌若天仙还是歪瓜裂枣，你们都不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陆颜月才是这世上唯一能拯救顾寻的人。殿内响起一阵清亮的掌声，呆愣的众人看过去，发现是和安郡主在拼命鼓掌。小八说的不错，颜姐姐和顾王爷就是天生一对。小八见有人赞同他，直接起身飞到了皇甫星言面前，用一副施舍的口吻说道：“看在你和我有同样高度的思想境界份上，本大爷就勉强给你摸一摸我尊贵的毛毛吧。”真的吗？感激不尽。皇甫星言高兴地伸出手，撸了一把觊觎已久的毛毛，手感太好了。因为小八的一顿骚操作，大家对陆颜月的印象发生了一些改观，毕竟能契约得起一头口吐人言的4阶妖兽，不管是机遇还是背景都是让人羡慕的。相比于偶然的运气，在座的各位更愿意相信颜月很可能来自于内域的某个势力。小八是家族长辈为他挑选的妖兽。此时大殿中央，舞女们已经是衣袖翩翩，舞姿曼妙了。宫宴上大家举杯庆祝，言笑晏晏，表面都是相谈甚欢，不料却在这时一变扑生。随着舞
舞女们的不断舞动，店内有一股异香扑鼻而来。刚开始大家以为是舞女身上的香气，都没放在心上。随着异香扩散到整个大殿，舞女们慢慢的向两边扩散。陆颜月他们这桌也有舞女靠了过来，突然靠过来的舞女凌空而起，转瞬之间就到了顾寻面前。一道紫光闪过，一把尖锐的灵气往郑国王急速飞去，而郑国王还在转头和他的王妃说话，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突如而来的刺杀。砰！灵气似乎撞上了墙壁，发出一声沉闷的声音，就被稳稳地阻挡在了顾寻面前。刺杀的舞女们聚合起来，她们眼神凌厉，使劲发动旋力，想要把灵气往前推送，可是灵气却丝毫不得寸进。而大殿之上，已经有人在陆陆续续昏倒了，有刺客，有人高喊出声。很快，皇宫侍卫们就冲了进来，殿内的刺杀者很快就被制服了。哎呀，我的旋力怎么使不出来了？皇甫星言想要上来教训一下这些刺杀者，结果发现他的身上的旋力竟然消失了。众人连忙运气法诀，然后发现都使不出来了。大家莫要惊慌，陆颜月柔柔开口劝道：“陆颜月，大家都使不出旋力了，你竟然还要我们不要惊慌，你安的什么心？”皇甫思月开口怒斥道，他发现自己的旋力也消失了，急得不得了。哪知他话音刚落，一道青色的旋力从顾寻手上发出，直直朝他飞去。他来不及躲闪，脸上硬生生被划出了一道重重的血痕，看上去着实恐怖。我的脸！皇甫思月尖叫出声，众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对顾寻的喜怒无常又有了一个新高度的认识，毫不顾忌就毁了一个皇室最受宠公主的脸。郑国王胆子忒大了，郑国王你这是何意？惠贵妃怒从胆边生，高声质问顾寻，喊完之后立马站出来，跪在地上哭诉：帝君，明明现在是该审问刺客的时候，可郑国王却无故就伤了袁家的脸，这让他以后如何见人啊？清净玄师造成的伤害，非天级丹药不能恢复，可整个南下连地级丹师都没有，帝君的脸色也很不好。郑国王这举动的确太不把皇室放在眼里了，郑国王，你该给朕一个解释。顾寻客气地对着帝君行了一礼，臣失礼了。行完礼后，他又面向殿内跪着的惠贵妃，和气地笑了笑，月儿对我至关重要，袁家公主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我的王妃，是不把本王放在眼里吗？帝君如若连自己的王妃都护不了，那这郑国王我顾寻不做也罢。被帝后适时开口道，郑国王言重了，袁家的确太不懂事了，从一开始就处处针对郑国王妃，又经常用恶毒的眼光盯着王妃，郑国王爱妻心切，举动有所偏激也在所难免，就罚俸半年以示惩戒吧。惠贵妃不甘心，还想再辩，却被帝君一个眼神制止了。殿内众人听到这样的结果，竟觉得震惊，但是又很快接受，毕竟是郑国王顾寻啊，整个南下唯一的亲近高手，又手握南下最强的铁骑，这样的实力，别说毁了一个公主的脸，就是杀了她，皇室也不敢有什么怨言。这时候帝后才开口询问，郑国王妃，适才你说让大家莫要惊慌，这是何意？陆颜月站起来，大家此前闻到的那股异香，乃是化玄丹碾碎后散发出来的气味，待一个时辰之后药效退去，你们体内的玄力自然会恢复的。大家听了都松了口气，能恢复就好。解决了玄力的问题后，就剩下刚才行刺的那些人还未处理了。顾寻啊，这些人你打算怎么处理啊？帝君关心地问道。若帝君不介意，还是像以前一样让微臣带回去处理吧。一众舞女被压了下去，在被带走之前，那些人发出不满的声音吼道：顾寻，你这个恶魔，不择手段毁了我们家园，你会不得好死的。见顾寻无动于衷，虽又转向颜月，这位姑娘，看你也像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你可知你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是恶魔，滥杀无辜，终有一天你也会被丢弃的。奉劝你趁早离开他，免得受到牵连。陆颜月听了这话，内心咯噔一下，暗道不好。同样感到不妙的，还有已经隐藏起来了的系统小八。顾寻心里最在意的就是颜月，而现在这些刺客竟然说出让颜月趁早离开他的话，这不是在找死吗？陆颜月可是顾寻的逆鳞，龙之逆鳞，触之必死。几乎是一瞬间，顾寻已经飞掠至出生之人面前。我家月儿该如何？是你能智慧的吗？咔嚓一声，那舞女当即领了盒饭。大殿内有人尖叫，有人忍不住干呕起来。顾寻干净利落的杀了一人之后，还想继续解决其他人。陆颜月飞扑过去，强硬的搂住陷入疯魔的男人。顾寻，我不离开你啊，我在这里啊。顾寻慢慢把视线转回到颜月身上，感受到怀中之人的担忧，他总算冷静了下来。他颤抖着声音寻求安全感，说你以后都不会再离开我，好，死都不离开你了。陆颜月答应道。得到保证后，男人的眉眼全都柔和了下来，仿佛刚才的那个可怕的杀人狂并不是他。于是众目睽睽下，郑国王夫妇相拥着提前离席了。上了妖兽车之后，二人无言。过了片刻，颜月打破沉寂，顾寻，你现在还会经常遭到暗杀吗？还是以前那些人吗？顾寻看着陆颜月盛满担忧的眸子，突然露出了一个极致灿烂又魅惑的笑容。刚刚那帮刺客，那是一个小国的人，被颜月骑踏平，他们的领土也并入了南下，他们不服气就找上来了。顾寻解释道，那是你带军队去侵略的吗？顾寻摇摇头，不是我带队。颜月骑虽然由我创立，可是这些战争的事情我已经很少插手了，况且这种谈不上侵略，那个国家的王野心太大，竟然和北陈国勾结，一同侵略过南下，只能说成王败寇。那个国家的百姓是因为他们的王遭了殃。陆颜月舒了口气，霸权什么的实在也不是他喜欢的。与此同时，出了帝都之后，一路过去几乎都是妖兽们在拉着车飞速前行。一辆挂着皇家标志的妖兽车里，皇甫思月和惠贵妃正坐在上面。此时的皇甫思月早已没了往日尊贵霸气的神采。母妃，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惠贵妃叹了口气，袁家说了多少次了，你这次要好好表现，只要夺得了第一名，就有机会被内域的势力看中，带你去内域。母妃，你明知道如果陆颜月不除，我是没办法继续好好修炼的。好了，母妃都安排好了，这次请了罗刹门的人出手，必定会把陆颜月斩杀于赛场上。罗刹门可是云天大陆的顶级杀手组织，势力渗透内外域，不管颜月是何身份，只要罗刹门出手，十有八九是跳不掉的。上4节之后，在帝都权贵世家之间举行的比武大赛也正式拉开了序幕。皇家猎场最大的广场上聚集了所有的参赛玄师，巨大的广场上升起了10个擂台，5000名参赛者被平均分配到了上面，一个擂台500名参赛者，这些人将会进行混战，最后留在上面的
的50个人才能进入到第2天的1v1决斗中。500人大混战场面甚是热火朝天，组队的人率先把落单的人踢下场，陆颜悦自然也被列为了要最先踢下场的名单之一。不过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好端端的站在赛场上，而那些想要对他出手的人都没能靠近他的身，真是太奇怪了。哪里奇怪了？小巴问道。陆颜悦指指一个想要冲过来的人，那个人还没进到他身，很快就从旁边窜出来一个人，不着痕迹的把他给拦下了。比了这么久，这些人全都在我3米开外。经他这么一说，小巴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的确如颜悦所说的，有人似乎在暗中保护他，会不会是大魔头吩咐的？小巴猜测。陆颜悦果断摇头，不会，顾寻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在让我变强这件事上，他比谁都狠。于是这一轮的淘汰赛，陆颜悦直接躺赢了。次日，赛场上依然是10个擂台，500名玄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在这10个擂台上对决，不分日夜，一直到决出冠军为止。很快，终于轮到陆颜悦上场。他这次的对手裴文书参加过几届大赛，基本都稳坐前10名，去年拿了第5名的是他最好的成绩，所以他的比赛自然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等大家发现他第一场的对手竟然就是最近声名鹊起的郑国王妃陆颜悦时，他们这个擂台很快就围过来了很多参赛者。这郑国王妃真是倒霉啊，竟然第一场就碰上了裴文书。裴文书也看着陆颜悦肩膀上的小疤，之前上4节公宴他就已经知道小疤的存在了，不过却没看到他出手，也不知道这妖兽的战力会如何。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怎么把颜悦放在眼里，反而觉得小疤的威胁更大些。想到这里，他也召唤出自己的妖兽，一道黄光闪过，裴文书的旁边多了一头威风凛凛的妖兽，人群里爆发出阵阵惊艳之声。裴二公子的契约兽竟然是一头3阶的赤焰狼，狼乃凶残的妖兽，在同阶妖兽中战斗力也是靠前的。赤焰狼出来后，小疤也跳下了陆颜悦的肩膀，看向对面的那头3阶妖兽。众人期待地看着场上对立的2头妖兽，3阶 vs 4阶。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小疤看了一眼赤焰狼后，就凌空而起，飞到了擂台旁边，然后冲着陆颜悦喊了声月云加油，就停在空中，一副看戏的样子。小疤作为系统不能干预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除了一张嘴能说之外啥也不是。众人懵逼了，这啥意思？这小妖兽是不打算出手了吗？裴文书也很懵，郑国王妃，难道你打算1打2吗？在众人懵懵逼逼搞不清楚颜悦玩的什么把戏时，审判员就宣布比赛开始。